美股成交额前20，特斯拉涨超 5%， 马斯克重夺首富，苹果可能在2024年自产 5G 基带芯片。新来的小伙伴别忘了点击订阅和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往期精彩的内容。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北京时间28日凌晨，美股周一收高，美债收益率回落，令股指得到提振。投资者继续关注美国通胀状况及其对美联储政策前景的影响。道指涨 72.17 点，涨幅为 0.22%， 报 32,889.09 点。纳指涨 72.04 点，涨幅为 0.63%， 报 11,466.98 点。标普500指数涨 12.20 点，涨幅为 0.31%， 报 3,982.24 点。周一，美国2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攀升至 4.883%， 创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，此后逐渐回落至 4.782%。分析师称，周一美国国债收益率的回落令股市得到提振。最近美国公布的多项宏观经济数据表现强劲，使投资者不仅放弃美联储今年将转为降息的预期，而且还加大了对终端利率将明显高于 5% 的押注。本周投资者将密切关注一系列经济数据与企业财报，以判断通胀是如何影响消费者和企业的。周一经济数据面，美国1月份耐用品订单大幅下滑，表明消费者正在减少对大件商品的支出。本周投资者还将迎来 ISM 制造业指数与消费者信心指数等其他报告。企业财报面，本周将有 6% 的标普500成分公司公布业绩，投资者将依据这些公司的业绩来判断消费者状况。周一美股成交额冠军特斯拉收高 5.46%， 成交 328.7 亿美元。特斯拉欧洲官方推特周一发布消息称，德国柏林超级工厂 Model Y 周产量突破4000辆。据悉，柏林超级工厂于2022年3月22日开业， Model Y 周产量在6月中旬达到1000辆，10月初达到2000辆，12月中旬达到3000辆。巴克莱分析师 Dan Levy 周一表示，鉴于特斯拉股价近期的上涨，即将到来的2023年投资者活动日，当地时间3月1日举行，可能是一个触发卖盘的事件，但他也表示，这一事件可能会加强特斯拉的长期机会，因此重申对特斯拉的增持评级，目标价为275美元。第二名英伟达收涨 0.92%， 成交 103.7 亿美元。在上周英伟达的财报会议上，该公司 CEO 黄仁勋称，英伟达的 GPU 在过去的10年里将 AI 的处理性能提高了100万倍，英伟达现在希望将 AI 的训练速度提高至少1万倍。第三名苹果公司收涨 0.82%， 成交 66.4 亿美元。高通公司 CEO 兼总裁 Cristiano Amon 周一在2023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表示，预计苹果将于2024年生产自家的基带芯片。长期以来，苹果一直致力于自研 5G 基带芯片，以取代购自高通的产品。如果安盟预测准确，今年的 iPhone 15将是最后一款使用高通 5G 芯片的机型。而知名分析师郭明周一表示，苹果已重启 iPhone SE 4，并将采用自研 5G 芯片。高通的苹果订单显著下滑，已成定局。第四名微软收涨 0.38%， 成交 50.8 亿美元。微软推出了2款云工具的预览版，它们都是基于人工智能服务的，可以帮助管理电信网络。这些服务利用了微软 Azure 云平台的功能。微软在博客中说，运营商可以用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，从数据和运营洞察中发现新的商机，包括部署快速的 5G 网络。第五名亚马逊收高 0.28%， 成交 41.9 亿美元。据报道，亚马逊将在交通安全技术方面投资2亿美元。其他个股方面， Meta Platforms 收跌 0.5%， 成交 31.2 亿美元。联合太平洋公司收涨 10.09%， 成交 25.6 亿美元。奈飞收高 1.85%， 成交 19.9 亿美元。